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白玉兰提名终于出了，赵丽颖继续跑。5月26日名单一公布，赵丽颖再次落榜的话题瞬间蹿上热搜榜。第一时间，很多人都在愤怒和不解：3次了，难道白玉兰评委组故意针对她？然而，评委王丽萍的一句话却让人心头一紧：正因为我们对她有更高的期待，才会更挑剔。换句话说，被看好的演员本身的门槛就比别人高出一截。2023年和2025年，她分别凭《风吹半夏》和《与凤行》2次冲击奖项，却都与白玉兰擦肩而过。观众心里替她惋惜，但仔细回看，她手中的奖杯从未空着。2024年，她凭借第20条一口气斩获金鹰奖和华鼎奖。虽然奖项未全揽入囊，但丝毫不影响她演艺事业的稳步攀升。现实题材作品占比从3年前的35%飙升至68%，豆瓣平均分高达7.8，整整甩开同梯队1.3分。数字虽冷冰冰，但真正追剧的人都明白，她已经成功把古装流量脸彻底转化为带有市井烟火气息的实力派演员形象。更让人期待的是，她的下一部动作更令人惊艳。6月，腾讯娱乐爆料，郑晓龙导演的新剧《秋菊》已将他签下。这部改编自陈元彬小说《秋菊传奇》的剧集，被业内直接视为2027年的冲奖炸弹。不仅如此，7月 NETFLIX 版知否让他拿下亚洲流媒体大奖提名。在中国85后女演员中，她是首位获得这种国际认可的人。国内没有为她打开门票，国外却提前递上邀请。这样的剧情反转，不免让人感叹命运的魔幻。而他的粉丝也没闲着。6月，萤火虫公益行动完成光影同行计划，以他的名义为五所乡村小学建立图书馆，他本人又悄悄追加了200万捐款。有人质疑这是刷好感，但落到孩子手里的是真真切切的善款，比任何通稿都更有分量。所以，与其说他在错失奖项，不如说他正处于蓄力期。好演员的赛道从来不是1-2年就能定论，而是10年、20年的长跑。他手里的储备，严肃文学改编、国际流媒体项目、现实题材深耕，每一条都在为更远的终点铺路。白玉兰或许暂时没有为他开花，但他的花期还在后头，未来可期。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复杂的。白玉兰提名名单公布后，赵丽颖再次遗憾落选，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甘心，甚至愤怒。毕竟这些年她的成长和蜕变，观众都看在眼里。从《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到《与凤行》里的沈黎，再到近年来不断尝试现实题材作品，赵丽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靠古偶剧赢得关注的演员。但冷静下来再看这件事，或许会发现，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是他有没有拿到某一个奖项，而是他如今站在怎样的位置。王丽萍的一句话引发了很多讨论，因为对他有更高期待，所以会更挑剔。这句话听起来残酷，却也从侧面证明了赵丽颖如今的行业地位。对于普通演员来说，达到及格线就能获得掌声。而对于被寄予厚望的演员，人们期待的是突破，是惊喜，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越是被严格审视，越说明他已经进入了实力派竞争最激烈的赛道。回顾赵丽颖近几年的作品轨迹，会发现她走得越来越坚定。她没有停留在舒适区，而是在不断撕掉外界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风吹半夏》里的坚韧果敢，第20条里的真实自然，与凤行里的成熟掌控力，都展现出不同阶段的成长。尤其是在现实主义题材中的表现，更让观众看到了他对生活质感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很多观众喜欢她，不仅因为她能演，更因为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向前奔跑的状态。娱乐圈从不缺少一夜爆红的故事，但真正难得的是，在成名之后依然愿意挑战自己。赵丽颖这些年的选择，几乎都在证明这一点。她没有被流量束缚，而是在一步一步向演员这个身份靠近。更让人期待的是她接下来的作品布局。从现实题材到文学改编，从电视剧到国际流媒体平台合作，他正在尝试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这样的规划或许无法立刻换来奖杯，却能积累更长远的价值。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奖项是阶段性的认可，而作品才是最终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仔细想想，赵丽颖这些年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从来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在每一次争议和遗憾之后，她都没有停下脚步。外界讨论她落选，她在拍戏；别人争论奖项归属，她在准备新的角色。当舆论聚焦输赢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下一段旅程。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观众愿意长期支持她，因为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等待被认可的人，而是一个始终在努力超越自己的人。这样的演员或许会错过某一次提名，错过某一个奖杯，但很难被时代遗忘。白玉兰没有为他停留，并不意味着终点已经写好。相反，对于赵丽颖来说，这或许只是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普通站点。真正属于她的高光时刻，也许正在前方等待。作为一路看着她成长的观众，我反而越来越相信一句话：鲜花不会因为暂时没有掌声而停止盛开。赵丽颖这些年的积累、沉淀和转型，已经让她拥有了更强大的底气。奖项会有周期，热度会有起伏，但好演员的价值最终会被时间证明。所以，与其沉浸在遗憾里，不如继续期待她下一部作品。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从小角色一路拼到今天的赵丽颖，从来不是轻易认输的人。白玉兰或许只是她长跑途中的一个弯道，而她真正的目标始终在更远的地方。未来很长，而赵丽颖的故事显然还远远没有写到最精彩的章节。整容质疑者闭嘴。赵丽颖旧视频曝光，当年国字脸竟是光影魔术。最近，网络上突然疯传赵丽颖初中时期的旧视频和照片，引发热议。许多网友惊呼：国字脸怎么变成 V 脸，简直像换头术。更有人扒出她学生时代的合照，注意到下颌较宽，下巴圆润，似乎与现在精致的面容差距很大。但仔细看这些老视频，你会发现，当年的教室顶光和侧脸角度，硬生生把她的圆脸拍得方方正正，再加上老式相机特有的畸变效果，完全是光影魔术的现场。他的同学也出面澄清，那时候赵丽颖就是自然状态，发际线还带着毛茸茸的婴儿肥，哪里有什么医美痕迹。其实，明星的脸随着年龄、体重、妆容的变化是非常自然的。赵丽颖从《陆贞传奇》到《知否》，脸型确实变得更加精致，但业内人士分析，这更多得益于体脂率下降和专业化妆技巧。就像我们普通人，20岁时还带着婴儿肥，30岁下颌线清晰，根本不需要动刀子。她早年参加选秀的视频里，鼻梁山根和眼间距就已经接近现在的比例。所谓的整容证据，不过是网友拿着高清镜头挑毛病罢了。最近，她为公益项目拍摄手语视频时，又被一些人说脸将嘴歪。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拍摄角度造成的错觉。仰拍让苹果肌显得更饱满，快速眨眼又让嘴角看似抽动。真正值得称赞的是，出道10几年，赵丽颖始终保持着高辨识度的圆脸特征，从未盲目跟风削骨磨腮。那些质疑的声音越大，也恰恰说明天然面庞在流水线审美中有多么珍贵。下次再看到所谓的整容实锤，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又被手机美颜和滤镜养刁了眼睛？看到这段关于赵丽颖旧视频被翻出来的话题，
我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她到底有没有变，而是感慨互联网似乎总喜欢拿今天的高清镜头去审判10几年前那个还在教室里读书的普通女孩。说实话，当那些所谓的国字脸旧照被放大分析时，我专门留意了网友争论最激烈的几个画面。很多截图本身就是低像素年代的产物，再加上教室顶光、侧脸角度和老式设备的镜头畸变，确实很容易把原本圆润的脸型拍得又宽又方。稍微懂一点摄影的人都知道，同一个人在不同焦段、不同光线下，脸型都可能出现明显变化，更别说10几年前的拍摄条件了。而真正让我觉得有说服力的，反而是赵丽颖一路走来的整体面部特征。无论是早期的《陆贞传奇》，还是后来的《花千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近年的作品，她最有辨识度的地方始终没有改变，那种圆润的骨相基础、灵动的眼神以及极具亲和力的面部轮廓。从观众角度看，她并不是那种突然换了一张脸的演员，而更像是随着年龄增长，妆造升级以及身材管理变得越来越精致的人。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演员本身就是最容易被镜头放大细节的职业。体重变化3-5公斤，镜头里的脸型就可能完全不同。发型改变、修容方式改变，甚至灯光方向不同，都会影响观众的视觉判断。普通人翻看自己20岁和30岁的照片，往往都会感叹怎么像两个人，更何况长期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明星。其实这些年最让我欣赏赵丽颖的，并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始终保持的个人特色。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模板脸、网红脸的时代，她没有把自己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很多观众喜欢她，恰恰因为那份辨识度。无论是演盛明兰、花千骨还是许半夏，观众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赵丽颖，而不是流水线审美下复制出来的明星。尤其看到最近公益手语视频引发的新一轮讨论时，我反而觉得有些无奈。一段几秒钟的视频被逐帧暂停、放大分析，甚至连眨眼和嘴角动作都能成为争议焦点。可如果把视频正常播放，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所谓的异常。很多时候，网络上的争议并不是来自事实本身，而是来自过度解读。作为观众，我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演员的作品上。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轨迹其实非常清晰，从青涩新人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演员，她靠的是一部又一部作品积累出来的口碑。相比讨论脸上某个角度是否发生变化，我更在意她能否持续带来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所以当看到整容实锤之类的标题时，我越来越习惯先保持怀疑。因为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截图和对比图，而最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真实的人会成长、会成熟、会变瘦、会改变妆容，也会在岁月里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对于赵丽颖来说，那些旧照片或许反而是一种最好的证明。她从那个带着婴儿肥、怀揣梦想的普通女孩，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变化当然存在，但这种变化更多是时间给予的馈赠，是努力和成长留下的痕迹，而不是某些人口中神秘莫测的换头术。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大家重新翻看那些学生时代的视频时，看到的不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人，而是一个依然保留着熟悉眉眼和笑容的赵丽颖。岁月改变了她的轮廓，却没有改变她身上那份亲切感与生命力。而这也许比任何关于容貌的争论都更值得被记住。全体起立。38岁赵丽颖高调晋升，3大喜讯传来，豪门弃妇标签已摘下。2026年5月22日，一条官宣悄然挂上热搜，没有任何预热，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物料，只是一张海报，一行简洁有力的文字：赵丽颖主演央视历史战争大片《澎湖海战》。瞬间，评论区炸开了锅。有人激动地说终于等到了，有人好奇她消失的1年到底去向何处，
还有人翻出了2年前那些嘲讽他的旧帖，一条条截图甩出来，清脆利落，狠狠地打脸。时间拨回到2021年，当时的赵丽颖被贴上豪门继父的标签。那一年，她与冯绍峰正式官宣离婚。消息一出，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不是同情，而是冷嘲热讽。果然没撑住，门不当户不对，儿子都跟爸爸了，这怎么行？各种言论像利刃一样先向他。有人说冯家看不起他的出身，有人说他生完孩子就急着拍戏，不顾家务，甚至把冯绍峰在综艺节目中的抱怨剪成循环片段，把他职业上的拼劲硬生生改写成失职妻子的罪证。那是2021年的赵丽颖，站在舆论的最低谷，被豪门弃妇的标签死死盯住。最令人心疼的是，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解释。关于儿子为何随父，她仅淡淡说了5个字：对方条件好。没有泪水，没有控诉，却在简短中流露出把委屈咽下去的坚韧。冯家的态度，外界早有传言，冯母似乎从未真正认可她，嫌她出身农村，嫌她中专学历，嫌她产后没足月休息就回片场。婚后3年的夫妻关系靠什么维系，无人能说清，但离婚的结果明摆着。你得明白，这段婚姻在外界眼中是怎样的图景。2018年，赵丽颖与冯绍峰官宣结婚，公众的第一反应不是祝福，而是质疑，奉子成婚。冯绍峰上海富二代，背景厚，圈子广；赵丽颖河北农村出身，靠一张脸和一股拼劲闯进娱乐圈。2人站在一起，门槛的落差一目了然。很多人当时断言，这段婚姻走不远。结果真的应验了预测，只是外界猜中了结局，却没猜中原因。婚姻失败的锅被扣在赵丽颖头上，说她太拼、太强势，不懂维系感情。但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大多选择沉默。没人替她辩解，没人说清楚事实，她的故事就悬在空气里，让舆论的刀子一刀刀剐下去。3年婚姻，她赔出了什么？外人不知道。她失去了什么？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令人唏嘘的是，即便在婚姻最难堪的时刻，她仍然坚持拍戏。坊间传言，她剖腹产刚休息了一段时间便回片场，不是为了什么大义凛然，而是无法停下，停下来会痛得难受。拍戏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事情，是她唯一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人说她不顾身体，有人说她不像母亲，但无人曾问她，如果不拍戏，她又靠什么支撑自己？那时的她也许完全没料到，正是这份停不下来的坚持，会在未来把所有嘲讽一一还回去。2021年之后，赵丽颖没有急着辩解，没有登上综艺哭诉，也没有大张旗鼓撇清舆论。她选择了一条最笨但也最有效的路，继续拍戏。幸福到万家中，她饰演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女子，倔强、认死理，却有着撞南墙也不回头的韧劲。观众看后说，这角色像极了赵丽颖本人，不靠天赋，不靠美貌，每一步都踏实而坚韧。而真正让她口碑逆转的是《风吹半夏》，她饰演许半夏，一个从废品站起家，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的女商人。这个角色不讨人怜，不软弱，不靠颜值，而是靠智慧和狠劲生存。赵丽颖为了角色，深入废品收购站，观察真实从业者如何谈价、扛货、识别门道。她手上没出后茧，脸晒得黝黑，站姿和步伐完全变了，肩膀往前顶，脚步带风，一副随时准备谈生意的架势。这不仅是入戏，而是脱胎换骨。播出后，弹幕中有条高赞评论写道：不知是赵丽颖在演许半夏，还是许半夏本来就长着赵丽颖的脸。2024年，她凭此角色斩获飞天奖和金鹰奖，1年双料视后，在领奖台上，她没有泪水，没有激动，只淡淡笑了笑，说了声谢谢。台下的人却忍不住想哭。
不是因为表演，而是因为他们看得清楚，他一路走来究竟有多艰难。2024年底，他在第20条中凭女配角身份拿下百花奖，至此飞天、金鹰、百花3大奖季到手。2026年初，他主演的央视剧《小城大事》开播，3天播放量破10亿。在当下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这意味着他用口碑把散掉的观众重新聚拢起来。2025年底，赵丽颖消失在公众视野，不是偶尔冒泡的低调，而是真正消失。热搜没有她，综艺没有她，连娱乐记者也只能靠零星目击消息凑热闹。有人说她谈恋爱，有人说复婚，传言满天飞，而事实只有一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这段空白对演员而言是危险的。娱乐圈的规律很残酷，你消失，你就掉队，关注度会蒸发，你不在，观众的注意力就飘走。新人一茬接一茬，综艺、短剧、热搜每天都有新面孔替代你。如果换作常人，这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慢性死亡。但赵丽颖不是常人，她在沉默中筹备一部央视历史战争大片《澎湖海战》。这种类型对女演员来说几乎无人尝试，大规模历史战争戏风险极高，对演员要求严苛，主演责任更重。她接了，而且是第一主角。2026年5月22日的官宣，用那张沉着的海报脸宣告了她沉默1年的回归。当天，她的名字在热搜上霸屏超过12小时。评论欧翻出2021年嘲讽她的人，再也找不到落脚点。与此同时，她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同样惊人，13个高端品牌代言，续约率高达94.7%。品牌不是傻子，续约率最能说明问题。它能带货，它能吸引消费者，它的名字值多少钱？数字早已回答。2026年初，纪梵希宣布升级她为品牌史上第一位华人双线全球代言人，不是亚太区，而是全球。同年，欧洲世界电影节公布全球女演员排名，赵丽颖位列第6，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女演员。前5名是梅丽尔·斯特里普那样的存在，第6位是一个河北农村出身、中专毕业、曾被嘲讽土气的女孩。没有捷径，没有豪门，没有人脉，只有20年，每一天都拼到极致的坚持。最初，她在娱乐圈靠大众评选被发现，演配角、跑龙套，被称作土气。试镜失败是常态，导演甚至不看简历直接请她离开。没有科班背景，没有名导撑腰，她一次次被拒，一次次去拼，硬生生熬出机会，把狭窄的门缝撑成大门。她只是把自己磨得锋利，从土气小花到双料视后，从豪门弃妇到全球代言，从被嘲笑到让人无话可说，这一切她一步一步走出来，没有捷径。2026年5月22日之后，有记者在报道结尾写下，外界一直在讨论赵丽颖算不算豪门，现在答案很清楚，她自己就是豪门。那些曾经嘲笑她的人，那些拿婚姻说事的人，那些预测她会沉寂的人，面对的只是一个标签。赵丽颖用20年证明了一个事实，她本人才是真正的豪门。2026年的澎湖海战还未播出，但已经有人在等待。不是因为战争题材稀缺，也不是央视大片吸引人，而是因为这个选择接下这部戏的人，用过去的每一个作品告诉了所有人，他接的每一部戏都不会让人失望。农村出来的，中专毕业的，被离婚的，被嘲讽的，这些标签他一个也没主动摘掉，根本不需要。奖杯和作品已经替他说完了所有的话。作为一个一路看着赵丽颖成长过来的观众，看完这篇内容，心里最大的感受并不是逆袭2个字，而是值得。这些年，关于赵丽颖的讨论实在太多了，有人讨论她的婚姻，有人讨论她的出身，有人讨论她的学历，甚至连她休息多久、
接什么戏都会成为舆论焦点。可回过头来看，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热搜，更不是话题，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很多人都记得2021年那场离婚风波，当时网络上的声音确实不太友善，豪门弃妇4个字几乎成了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如今再回头看，会发现最难得的不是他如何回应质疑，而是他几乎没有回应，没有卖惨，没有哭诉，也没有把私人生活变成博取同情的筹码。他选择把所有精力都放回演员这个身份上，这一点其实特别让人佩服。因为娱乐圈里最容易走的路，往往不是埋头拍戏，而是不断制造话题维持曝光。可赵丽颖偏偏反着来，别人争热搜的时候，她在剧组；别人上综艺的时候，她还在剧组；别人忙着解释的时候，她依然在剧组。后来风吹半夏的出现，仿佛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她。许半夏这个角色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为角色本身精彩，更因为赵丽颖让观众忘记了赵丽颖3个字。那个在废品堆里摸爬滚打、敢拼敢闯的女人，身上既有时代赋予的坚韧，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气。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以前知道赵丽颖会演戏，但从那以后才真正觉得她是一名成熟演员。而这几年她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恰恰是不断跳出舒适区。从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到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再到第20条中的精彩表现，她越来越不在意角色是否漂亮，是否讨喜，而是在意角色是否真实，是否有生命力。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巨大流量和知名度的演员来说，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转型意味着风险。演得好，观众会说理所当然；演不好，则可能多年积累毁于一旦。但赵丽颖还是选择了这条更难走的路，所以当她接演澎湖海战时，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而是期待。因为大家已经发现一个规律，赵丽颖从不轻易接戏，可一旦决定出演，往往都经过深思熟虑。历史战争题材向来是影视圈公认的硬骨头，对演员的表演、气质、理解能力都有极高要求。对于女演员来说，这样的机会本来就不多，而赵丽颖敢于挑战，也说明她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更高的追求。更令人感慨的是，她如今取得的一切，几乎都来自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名校光环，也没有所谓的资源加持。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普通女孩，到如今家喻户晓的实力演员，这条路她走了20多年。很多年轻人喜欢把逆天改命挂在嘴边，可真正的逆天改命，从来不是一夜爆红，而是在无数次被拒绝、被质疑、被否定之后，依然选择坚持。赵丽颖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她身上没有传奇小说主人公那种开挂般的人生，有的只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奋斗轨迹。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一次次被唱衰，一次次用成绩回应。如今再看那些曾经围绕她的标签，似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豪门弃妇也好，农村出身也好，中专学历也好，这些都只是别人定义她的方式。而赵丽颖真正给自己写下的定义是演员。当风吹半夏拿下口碑与荣誉的时候，当观众为幸福到万家落泪的时候，当越来越多主流作品向她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取决于她嫁给谁、离开谁，而取决于她成为什么样的人。赵丽颖这些年的经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看到澎湖海战官宣时，很多观众会由衷的高兴。高兴的不只是她又有新作品，而是那个曾经被无数人不看好的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凭借实力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她没有刻意摘掉任何标签，因为真正强大的人不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时间会替她解释，作品会替她解释，而观众的认可也会替她解释。
如果说过去大家还在讨论赵丽颖能不能成功，那么到了今天，讨论早已变成了她还能走多远。这或许就是她这些年最漂亮的一场翻身仗，不是赢给别人看，而是终于活成了自己想成为的模样。福布斯公开发声，亮明28岁王一博3大身份，赵丽颖的话有人信了。如今内娱新生代流量频频翻车，状况不断，但早期出圈的艺人都走得很稳，王一博就是如此。可名气大了，闲言碎语自然少不了。早前拍戏，有人说他演戏面无表情，还有人直言他只是颜值花瓶，火不了多久。更别说这2年他刻意减少露面。没想到前几日，福布斯突然放出了新消息。5月20日，第47届泰利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王一博个人户外探索纪实纪录片《探索心境2》成功斩获电视类系列纪录片铜奖。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他首次斩获该奖项，系列首部作品此前就已收获这份国际荣誉。2季纪录片接连包揽2项大奖，这样的成绩在艺人里几乎是独一份。可即便荣誉加身，依旧有人不以为然，还质疑他放着好好的演员事业不搞，竟去玩些旁门左道。其实此前王一博就袒露心声，详细解释了自己逐步减少拍戏、筛选剧本的初衷。他坦言，超负荷的工作量渐渐冲淡了表演初心，想要静下心打磨角色也成了难事。所以在拍完《追风者》之后，他就主动减少拍戏，并且不接不符合自身职业规划的剧本。很多人物以为淡出荧幕就是摆烂，殊不知王一博的行程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充实。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王一博持有国际赛车 D 级官方执照，是圈内少有的职业化持证车手，而非玩票性质的业余爱好者。2020-15赛季，他全力征战 China GT 系列赛事，在高手云集的 AM 组别中杀出重围，拿下组别季军。赛车之外，探索心境2拍摄期间还曾出现一段小插曲。当时一段王一博攀岩坠海的片段流出，很快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由于大众对这项运动认知有限，不少人都暗自为他担忧。好在中国探险协会及时做出专业解读，帮大家理清了误区。其实在深水暴食这项运动里，落水属于常规操作，并且现场不仅有专业人员全程陪护，还有各类安全预案也准备得十分周全。王一博对待攀岩的心态和对待其他爱好始终保持一致。他曾说过，跳舞和演戏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但热爱最怕过度消耗。户外极限运动于他而言，不是炒作人设的工具，而是调节心态、沉淀自我的充电方式。这份发自内心的专注与坚守，其实早在他儿时就已经初见端倪。回望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王一博的追梦起点其实充满偶然性。小时候去医院打针，他无意间看到电视里的街舞表演，酷炫的舞姿配上动感的节奏，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不同于3分钟热度的小孩子，认定方向后的王一博偏执到极致。学生时代的他会在暑假的时候从下午一直练舞到夜晚，坚持和天赋也让他慢慢练就过人的舞蹈实力。凭借日积月累的沉淀，初2时的他便在专业街舞赛事中崭露头角。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也成功吸引经纪公司的注意，正式向这位少年抛出签约橄榄枝。年仅13、14岁的王一博背井离乡远赴韩国成为练习生，熬过暗无天日的魔鬼训练。熟悉韩娱造星模式的人都知道，练习生竞争残酷，淘汰率居高不下。而王一博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成功以 UNIQ 组合竹领舞身份正式出道。可惜组合后续发展受阻，无奈之下王一博选择回国发展。回国后也是有幸加盟《天天向上》，成为常驻嘉宾。但加盟老牌综艺看似是新机遇，实则对性格内敛的王一博而言，也是一次全新挑战。
整个主持团队全员综艺感拉满，风格外放活泼。相较之下，性格安静寡言的他显得格格不入。不过所幸圈内前辈向来乐于提携后辈，同台主持的前辈时常耐心提点，合作过的演员也十分看好他的潜力。王一博也借此默默吸收经验，全方位补齐自身短板。这份沉淀与积累，最终在合适的时机迎来爆发。随着《陈情令》热播，蓝忘机这一角色火爆全网，王一博借此彻底破圈登顶，一跃成为内娱公认的顶级顶流。但流量是把双刃剑，带来鲜花与掌声的同时，源源不断的偏见和恶意也随之而来。喜欢他的人沉迷他的舞台实力与清冷气质，不喜欢他的人从演技、颜值、性格全方位挑刺。好在王一博自始至终都坚守本心，情绪稳定且清醒自持，从不主动辩解八卦争议，也从不内耗自我，只是把所有精力用来打磨专业能力。比起昙花一现的人气，他始终笃定，过硬的专业能力才是立足行业、行稳致远的底气。如今，王一博成功登上福布斯。这么看来，当初赵丽颖说的还真没错。5月28日，2026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官方名单揭晓。本次评选覆盖亚太18个国家和地区，最终仅有46位华人成功上榜，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而这份含金量极高的榜单里，王一博创造了一个属于内娱的新纪录，他是本届文体赛道内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星。这份荣誉可以直接狠狠打脸所有质疑他摆烂的人。毕竟细看王一博近2年的成绩，可谓是令人敬畏。影视方面，他接连出演《无名长空之王》，热烈塑造多元角色，拿下金鸡奖提名。职业赛场上屡获大奖，成为艺人圈首位 GT3 级别冠亚季军、全满贯车手。由他参与打造的个人纪录片，更是2度斩获国际奖项。纵观整个内娱新生代，能做到如此全方位均衡发展的艺人，寥寥无几。这也难怪福布斯官方公开亮明王一博的演员、歌手、职业赛车手3重身份，这更是足以说明福布斯官方对王一博的认可。不过王一博能多面开花，更是说明赵丽颖当初的那番话没说错。赵丽颖曾说过，精力有限，不要分散，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在人人都想多头并进、遍地开花的内娱，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极少有人能真正落地执行。大多数人贪多嚼不烂，路子铺得太广，精力被拆分之后，最后反倒一无所获。但王一博从头到尾都精准贯彻了这套处事逻辑。少年时期心无旁骛钻研舞蹈，从零起步一步步成长为专业街舞导师。走红之后也没有盲目拓展赛道，演戏变成下心打磨角色。玩赛车就考取专业执照征战职业赛场，拍摄纪录片就要深入实地用心打磨内容。秉持专注做事的原则，他不会同时在多个领域投入精力，而是在每个阶段专注做好一件事，做到极致之后，再朝着下一个目标稳步前行。真正的顶级艺人，比拼的从来不是短期的曝光度和出镜率，而是长久的续航能力与核心实力。28岁的王一博，难得之处就在于他拥有随时按下暂停键的勇气。他从不畏惧短暂的沉寂，也不屑于跟风内卷。该追梦的时候全力以赴，该沉淀的时候果断减速。取舍之间，尽显顶级强者的通透与从容。内娱从来不需要面面俱到的万能艺人，时代与行业不断迭代，唯有明辨取舍，躬身实干，坚守初心，才能穿越周期。说实话，看完这则关于王一博的报道，最大的感受并不是他又拿奖了，而是越来越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28岁的年轻人能够在竞争最激烈的娱乐圈里始终保持稳定的发展节奏。这些年，关于王一博的评价一直呈现两极化，
有人喜欢他的真实、专注和克制，也有人不断质疑他的选择，尤其是在追风者之后，长时间没有进组拍戏，更让不少人产生了各种猜测。可当福布斯亚洲30 Under 30榜单正式公布，当国际纪录片大奖再次传来好消息，当职业赛车场上的成绩不断刷新纪录时，人们才发现，原来他从未停下脚步，只是走在一条很多人看不懂的路上。如果仅仅把王一博定义为演员，其实已经无法完整概括今天的他。福布斯官方在介绍中将演员、歌手、职业赛车手3重身份同时赋予王一博，这看似只是简单几个字，却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因为能够在一个领域取得成绩的人很多，但能够在多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都获得专业认可的人却并不多见。尤其是在娱乐圈这样一个高度依赖曝光和流量的环境里，很多艺人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活跃在公众视线当中。可王一博偏偏相反，他似乎总在主动降低曝光度，把时间留给训练、学习和沉淀。这种选择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流量时代最怕的就是消失。很多艺人担心观众遗忘自己，不敢停下来，更不敢放慢脚步。但王一博却敢于在事业最炙手可热的时候选择减速。他明白，持续不断地消耗自己，并不等于成长。真正的成长，是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让自己变得更强。这也是为什么探索心境能够连续2季获得国际奖项的重要原因。很多人看到的是镜头里的风景，却忽略了背后的付出。从高山到深海，从攀岩到极限挑战，这些内容并不是简单摆拍，更不是明星真人秀式的表演，而是真正走进自然、挑战自我的过程。特别是当看到王一博攀岩落海的视频时，很多观众第一反应都是担心，但专业机构随后解释，这本身就是深水暴食运动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大家才发现，原来王一博是真的在认真体验这些项目，而不是把冒险当作营销工具。这种认真，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成长经历。小时候因为一次偶然机会爱上街舞，然后把兴趣练成专业。10几岁独自前往韩国成为练习生，在残酷竞争中坚持下来。回国后加入天天向上，从不善言辞到逐渐成长。后来凭借《陈情令》中的蓝忘机走进大众视野，又一步步完成演员身份的转型。回头再看他的经历，会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专注。无论是跳舞、演戏、赛车还是纪录片，他从来不是浅尝辄止。喜欢赛车就去考专业执照，选择比赛就认真训练，决定演戏就不断挑战不同类型角色，拍纪录片就亲自深入现场体验。这种态度恰恰印证了赵丽颖曾经说过的话：精力有限，不要分散，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双引号。很多人误以为这句话是在强调单一发展，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专注。王一博之所以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成绩，并不是因为他同时做很多事情，而是在每个阶段只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当舞蹈是目标时，全力练舞；当演员是重点时，专心表演；当赛车成为梦想时，就投入全部热情去突破自己。这种能力比所谓的天赋更加珍贵，因为娱乐圈最不缺有天赋的人，最缺的是能够长期坚持的人。过去几年，太多流量艺人迅速爆红，又迅速消失，唯独王一博始终保持稳定成长。或许有人觉得他的曝光变少了，但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他获得的专业认可反而越来越多。金鸡奖提名、国际纪录片奖项、职业赛车成绩、福布斯亚洲精英榜，这些荣誉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却共同指向同一个答案：王一博正在一步一步把自己从流量明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型公众人物。更难得的是，面对所有赞美和争议，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平静，
他不热衷回应留言，也很少参与无意义的争论。外界讨论的再热烈，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别人忙着证明自己时，他选择提升自己；别人追逐热度时，他选择积累实力。这样的清醒，在当下的娱乐圈显得格外珍贵。如今28岁的王一博，或许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是跑得最快的人，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冲刺，什么时候该沉淀的人。福布斯认可的不仅是他的成绩，更是他的成长模式。演员、歌手、职业赛车手，这3重身份背后藏着的是同一种品质：专注、坚持和热爱。而这或许才是王一博这些年能够不断突破自我，持续赢得尊重的真正原因。未来的路还很长，但相信只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初心和节奏，他带给大家的惊喜远远不会止步于今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